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王九。今天这期视频我为大家带来一台旧品开箱不是新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们在某西西上购买了一台 P30。这个前一段时间呢，不管是 B 站也好，还是微博也好，很多小伙伴私信我们说，这个某西西上竟然有300-500块钱的 P30和 P30 Pro 在售之前呢，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看过很多P西西上的这个山寨机的开箱了。今天我们也蹭一波热度，这个不客观真体验来看一看300-500块钱的 P30 Pro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当然不是这台是这台。谁说买二手机没有保障？来小白有品，3天物流退货，180天保修，有手机有电脑，还有各类品质二手3C 数码兼货。小程序搜索小白有品或扫码即可上车。有旧手机也可以交给我们，高价回收哦。记得点赞、收藏、投硬币3连本视频，感谢感谢。我们特意准备了一台之前我们购买的这个 P30 Pro 来对比一下。快递包装呢有一个配件小包，感觉还是挺多的防尘塞儿，还有一个 USB 2.0的读卡器，还有一个这什么贴在后面的那个卡手用的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名字叫什么。还有一支手写笔，只比 iPad Pro 的那个稍微短了一点点。手写笔，塑料机身，手机支架。盒子方面全红色有点像这个360的那个盒子是一个全网通。然后除了这个外边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底部呢应该是有一个贴参数的一个栏，然后它上面什么都没有。当当当当，竟然还有一个领红包的一个卡看看配件都有什么。下面有一个与1万块钱手机 iPhone XS Max 相同功率的5伏1安的充电头一个。还有一个是吧 Type C 的数据线，不是 Type C，sorry， 说 Type C 说顺口了 ，Micro USB 的竟然附送了耳机，哇，真的是太良心了！你现在想想，有多少厂商还送耳机？这个还是入耳式的，清水套一个，一整套的软膜，好吧，说明书，一个卡针，咱们直接来看一下手机。这次呢，我专门购买了一个红色，这个在正经的 P30 Pro 里边呢叫赤茶橘色，因为之前的这个 P30 我们有一个蓝色和一个天空之镜，没有买到这个赤茶橘，赤茶橘到后面才供货，所以说我通过这台手机来弥补一下我缺失的遗憾咱们先撕膜，我去。入网许可，我们是花了500块大洋在某西西上购买的。说个丢人的事儿，这台机器呢，我们是买了2次。这个第一次的时候，我们竟然买了一个假的山寨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山寨的，我们还被骗了，还买了一假的。这是我们购买的第一台这个山寨的 P30，但是我们发现，我们即便是购买一个山寨的，竟然也被骗了。这个什么渐变蓝色，结果这颜色还有这个图片完全跟它页面上对不上。这个我们现在就是买了一个山寨机，然后还被山寨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第二次我们又下血本，加了200块钱大洋，换来了这个500块钱购买的赤茶橘色的 P30 Pro。可说的点非常非常多首先是这个摄像头的设计，看起来跟这个真的 P30 Pro 非常非常的像，造型也一模一样。下边的这个潜望式镜头呢，人家也非常贴心的给你做成了这个方形。但是下边这2个摄像头是假的，真的是假的，就是没有，它是塑料的。然后只有上面的这一个主摄，然后它宣传的是什么2400万还是几千万的这个像素但其实呢，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参数，它只有500万像素，而且是一个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山寨摄像头。然后旁边呢，下边还有一个副摄，这个副摄呢也是个假的，它是一个塑料块。然后上面是一个双色温的闪光灯，它只有一个闪光灯，其实。后背呢还有一个指纹识别这个指纹识别呢，反正它时能解时不能解，这防盗效果绝对无敌，自己都解不开。这个宣传页面上呢还有什么屏下指纹识别，但是呢我就在开机没有设置这个后背指纹之前呢，看到了一个屏幕上有一个指纹的 logo， 除此之外我设置好了之后再也没找到过，再也没找到设置，所以说根本没有屏下指纹。前面是非常精彩的地方。首先呢咱们看一下它这个宣传页面是吧，这么高的一个屏占比，这得有个是吧99%了吧。屏幕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古典的一个屏幕，480×960。这应该是这是啥呀？这是560P 的一块屏幕吗？是吧？240 PPI， 然后我怀疑是假的，我怀疑200 PPI 都没有。正面呢
上面大额头，下面大下巴。但是息屏状态下，你猛的一看是一个美人尖的设计。更屌的是，美人尖的这个尖儿，它是听筒，它不是摄像头，帅。太帅了啊！另外呢，这个听筒上面呢还有2个是吧？貌似以为让你感觉是传感器的东西，然后其实里边啥都没有。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处理器，是来自 MTK 的 M76735P。宣传页面上是5800毫安时的一个大电池，但实际呢，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啊，只有2400毫安时，这么大的一个机身，比真的这个 P30 Pro 都要大一圈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，比如说摄像头方面，这个后置是500万，然后单摄，然后前置呢是一个什么200万的一个单摄吧 ，LEIOA Leo 是哪个相机厂商？应该是徕卡的双胞胎厂。应该是徕卡的副厂，可能是副厂是吧？高端副厂是吧 ？P30 Pro 这台机最主打是什么？相机。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台赤茶局的 P30 Pro 相机表现如何。还是老规矩，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，算了，这台机器还是算了。还有就是大家应该非常好奇它的品牌啊，这么屌的一个 P30 Pro， 它的品牌是4G， 然后型号是4G 加，安装的内存呢是3G 的内存，然后储存容量呢是128G。128G， 我估计这也是假的，因为刚才我们下载了一个2个G 的这个刺激战场，它已经下载到一半暂停了，不知道是这个网络原因还是它内存不够的这个原因。我估计应该就是一个2G 或者说1G 的实际运存，然后加上一个8G 或者说16G 的储存，应该就是这么一个组合。我们也是非常好奇，为了进一步探究这台 P30 Pro 的硬件参数，我们把它直接给拆了。虽然一开始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但拆完之后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还是惊呆了。内部结构四周没有任何点胶，机身的贴合全靠卡扣，可能是用了什么未知无形的防水防尘工艺。实在的机身框架内部元器件的大量留白，极富艺术气息。复古吸汗接口已与 DIY 的万国牌主板相结合。新的未知品牌的超强单摄靠一己之力完成了3摄的功能。CPU 为2014年联发科入门级的处理器6735的减配版 6735V， 我们连主频都没有插到。这块不知道多大容量的35电池让我瞬间没有了安全感。其余地方全部焊死，维修指数0.0。还有非常精彩的地方，下面猛的一看是吧？全对称的设计，两边双扬器，然后外加2颗螺丝，但是中间好像少了一东西是吧？当当当当，它给你设置在了顶部这个充电口。哇，卡槽方面非常大厂风范，雨货卡槽。你可以插2个 Nano 小卡，可以插1个小卡跟1个内存卡。至于这台6735处理器的 P30 Pro 这个游戏方面表现如何？我们本来想给大家试一下刺激战场，但是它下载了大概有1个小时了，反正它卡在一半不动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实际运存呢应该就是1到2G，但是人家后台给你显示了共8G 的运存。既然有8G 的运存，那么咱们就来试一下小白测评例行测试，20款应用2轮打开时间。算了，这个时间太短了，就是以毫秒级的显示出来，我可能反应不过来，咱还是不测试了吧。P30 Pro 这台机呢，应该是今年国产机顶级旗舰非常火的一台了，相信有很多小伙伴都知道，而且在4、5、6线城市的这个是吧，大众应该也都比较熟悉这个名字 P30 Pro， 所以说难免就会有人去拼夕夕上搜索 P30 Pro 这个关键字，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垃圾都是这些东西。提醒一下自己的叔叔阿姨、大爷大妈们，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、收藏、投硬币，特别感谢。OK， 如果你知道还有什么特别高大上、特别好玩的某西西上、某宝上的这类数码产品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，小白给你验一下毒。除了视频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，大家赶紧扫码关注，每日新鲜资讯，每日语音，每天在那儿和你聊天，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，聊聊科技圈的一些趣事。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、质疑、提问，在我们的 B 站小白测评、新浪微博小白测评跟我们留言互动即可。不客观，真体验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这台机咱就不抽奖了，估计也没人要啊。